大家好，我是演员秦俊杰，在《朱雀堂》中饰演夏沫。人格魅力聪明算不算？他就是有点这个精神分裂，想一出是一出，有一些独特的癖好。那您觉得在这个饰演的过程中比较困难的点在哪里？因为我第一次去饰演这种有点神经质的这种人啊，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度在哪儿，害怕演过了，也害怕演的没有区别，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的选择方面是一个比较难的一点。我在原剧本的基础上会加重了他对验尸的这个兴趣，这个灵感来源于我第一次看剧本看到就是他在验尸房吃饭那场戏，对于这个环境，对于这个尸体应该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兴奋一样的状态，会适当的让他的眼神充满了一种类似于比较狂热的，但是也不会太夸张的那种狂热，尽量不把这种狂热变成变态的感觉。疯批吧，它反正就是，其实对于亡妻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比较偏正常人的这么一个情感了嘛。想要守护，完了之后，他会有他愤怒的时候，有他着急的时候，有他难过痛苦的时候，那个就比较接近这个正常人的这个状态。那为了展现它多层次的复杂性，那您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有做哪些独特的设计或努力吗？夏沫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没有觉得他的层次有很多。其实有更多的方面会放在三人小队探案的时候，一些小幽默呀这种地方。短剧的形式就是剧情不断的有新的元素加进来，好像并不是说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去展示角色本身的这个复杂性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当要被人围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想要逃跑，然后第二个反应是投降。他认怂的时候认得很快，这可能是我觉得能反映出来它复杂性的时候吧，因为我觉得像这种高智的人不会去做那些无用功的程式，他觉得打不过的时候，那最好就是跑，是这么去构架他的这个基本逻辑的。毫无相似度吧，应该没有一点点，好像他那个高智商，也不是很高的样子，就确实不太像。他那个一心的武力值，你觉得和你本人有什么？我本人也没有武力值，但是我演过很多武力值很高的人。其实你像剧本的时候，一开始也写了夏沫的一些打戏。我们在开剧本会的时候，我给的意见就是，要不就别打，因为你打来打去，打到最后成了一个拖累吧，我反而就不会太喜欢这个人。所以我给他设计的是，还不如不打呢，你直接投降好了呀，要不然你就跑。让自己尽量不成为一个累赘。包括我记得有一场唐振云在朱雀堂遇到了一个白色头子手串那个哥们儿，追的时候，后来我跟我妹去，我特意设计了那2句台词。哥，他一会儿打不过你上吗？要不我们现在跑？虽然显得好像他不是很讲义气的样子，但是可能从戏剧的结构上面来看会挺搞笑的。感觉还挺新鲜的啊！他还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法医，因为我之前也演过好多警察，有这个法医同事在旁边，他不是那种一板一眼的鉴定尸体的时候去发出他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感慨。当然，因为他的背景设定是在民国，我们现在的法医肯定是不是这样的，更专业一些。再加上他对于尸体可能有他的那种狂热感，因为他坚信只有尸体上留下来的证据才是最可靠、最能相信的东西。他觉得所有人都不是那么的可靠，社会都是比较黑暗的，所以他会更喜欢跟尸体待在一块儿，就显得这个法医会特别的不太一样。重要的因素，第一点肯定是因为他也想知道为什么那些姑娘不见了。高英的初衷是想保护他的那些朱雀堂的姑娘们，结果没想到查的能查出这么多隐藏在背后的事情，还因为查案这个事情把他的妹妹，因为他在高家可能他最爱的就是他的这个高月这个妹妹，把他妹妹给害死了，所以最终可能因为种种的关系，我们走到了一起去。我们需要去把这个高素生啊，去把这个赵司令给他扳倒。
应该是16年吧。我跟他合作过一部戏，但是我们俩没有直接的对手戏，那个戏叫《大唐荣耀》。而且说实话，这么多年看过他好多的作品，一直都知道万茜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女演员，就极其棒，一流的。所以呢，我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的。结果发现他还是跟当年一样啊，大大咧咧的，非常的豪迈。我们在现场拍摄的也是非常的愉快。你像他扮演的高音，在我们的第一场戏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迫感、气场特别强大的一个大佬。所以我就觉得，果然好演员出手演戏，什么都是对的。高音领头羊，武力值也是很高，比较能拿主意的人。我嘛，就是一个狗头军师，发现东西告诉他们。唐振云就是打手，夏英奇这个比较难定位啊，可能像后勤吧。可能朱雀堂会太闷了一点，我会想办法把这个我们3人小组在一起的戏搞得稍微有那么点意思，就会经常做一些比较贱的举动，包括去搬那个桌子搬不起来啊，包括我去捏死老鼠，特别自然的去擦在唐振云的身上啊，就老去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也很配合我。短剧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人物设定，完了之后就是情节、事件。长剧可能更多的会从人本身去发展，我觉得这是2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我觉得短剧的节奏确实太快了，我可能还是需要适应一下。夏末看到活人是撒腿就朝反方向跑，看到尸体就两眼发光。对，他就有一个反差嘛。我觉得他的心里面一定会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死人是不会害人的，死人会留下真相，但是活人是会害人的，活人都是把活人从活人弄成死人，活人比死人可怕多了。夏末法医精神状态遥遥领先，因为他的这种活在自我世界的这个模式吧，他就其实不太会去在意这种人情世故，他就不会就觉得好像那些派出所的所长啊是一种上司啊或者干嘛的。他知道他弄不过他们，那你让我干啥我干啥，你让我案子弄简单，我就给你写个自杀呗，你连查都不用查，对吧？2个字就解决啊。我可当面跟你交代过，这案子不复杂，死因不会突然变得复杂吧？那很简单，特别简单，自杀，3个都是自杀。自杀？自杀最简单。简单个屁！你给我改！大家现实就别这么学了，容易被开除啊。我们木青大人怎么成精神分裂了？这不是演的人不一样吗？对吧？你像木心大人也是一个智商天花板的存在，但是他不仅有智商高的一面，还有这种像高音运筹帷幄的那一面，心狠手辣的那一面，他们俩的重合度可能只有在探案这方面而已。而且我相信应该也不会有人把我演的夏末跟木青联系到一块儿去吧。请令杰老师是不是又剧抛脸了？认不出来就对了，一人千面，演什么角色就是角色本体。嗨，也没有，就长这个样子，其实也差别大不到哪儿去了，就尽力嘛，让每个角色的气质变得不太一样。因为我自己也很害怕做重复的事情，也觉得需要去演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人物，不想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去诠释很多人。可能在某些方面确实我在看评论的时候发现可能做的也是有一些过头了，所以我自己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寻找这个度该怎么掌握。但其实我不是一个大师级的演员，所以当有这种缺陷出现的时候，就希望大家能多多包涵，我尽力的去让自己提升快一点，然后把这一些小毛病，也不能说小毛病，把这些大问题给去掉吧。这个还真没有说刻意的去选择，就正好碰到了凡人哥、沈磊，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他们找我演沈磊。从剧组找到我到最后我去演，确定我去演这个角色，中间一共就没有多长时间，它是一个比较突发性的事件，不是我特意去这么做的，可能正好运气好，就碰上了这么一个接一个，然后人物反差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机会。从演员的角度出发，那你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在哪些方面有继续去突破和提升？
还是想找个机会试一下这种纯的坏人。当然不是说很深的执念啊，就是说正巧遇见了就可以尝试一下，挑战一下。我说的那种坏人是特别纯粹的坏人，不是像雪迷宫里边那种还是有这种兄弟情在的这种东西啊，然后尝试一下，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样子。口碑当然好是开心的，热度这东西希望它高，但是好像这东西我们强求不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提升热度，锻炼演技吧，我觉得。从入行到现在，那你的整体表演的理念，或者说关于表演这方面的想法，有发生过改变吗？发生了其实挺多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可能我把它归为3个时期吧。第一个时期就是天下长安之前，我觉得我就是个大傻子。其实根本不会演戏，长安之后会了一点点吧，但是又陷入了某种误区，当时的观念改的有点偏激。通天塔开始慢慢的会把这个偏激的这方面一直在往回收，包括现在也在往回收，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偏激。你有想过说自己如何去保持对表演的热情或者说新鲜感？前几天我在拍这个戏，因为我跟杜源老师在一块儿，他演我爸爸，还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俩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就是表演这个东西你是研究不明白的，你就会永远觉得它好玩。我相信也没有人说我完全把表演给弄懂了，大师应该也不太敢说这话。我觉得他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太需要去特意去找一些什么我要怎么样去维持这种热情，好像他那个热情他本身一直都在。那你觉得就是关于表演或者说做演员方面，它是一个需要天赋的事情？当然，因为我见过很多有天赋的人，所以我一直也在强调我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人。我太知道有天赋的人是什么样了，像我们这种天赋没有那么好的人就多努力呗。那你觉得这个努力它可以作为演员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吗？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但是可能它最终不是你能登上某种殿堂的因素。能到正儿八经最顶峰的那一小撮人，我觉得还是要靠那些天赋吧。至于像我这样的，就是尽力而为，走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我就很开心了。那也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就你一定要是最好的，你一定要是最棒的，那多累啊，对吧？中不溜的那一波我就挺高兴的，是听别人讲，模仿，不是说有谁真的教我每场戏去怎么演。我可能入行比较早，那个时候还小，身边都是老师，所以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去听完了以后我会去想象。现在为止演戏的话，根据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啊，听他们说的这些事情，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可以去延伸的创造。说到头还是3个字儿，凭感觉。我也不是表演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分享这个创作经历。我也爱打游戏，对吧？爱看小说、网文的那种啊，放空自己，爱吃各种好吃的。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在意自己喜好的人。虽然我有一层身份是演员，但我更有一层身份是我自己。在我不工作的时候，我首先要让自己开心了，然后我才有办法当我进到工作状态以后，比较专注性的去投入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平常的生活很无聊，只有我自己觉得有意思，我没有办法拿它分享出来。我经常不太知道我应该去分享什么东西，以至于我营业确实很少，也对不起大家啊。你近期其实已经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些探店的 vlog， 打算下次什么时候更新呢？不知道啊，我争取杀青之后吧，更一期吧，但不一定是吃了。在想要不要试试看别的东西，反正到时候看呗，也有可能还是吃。我也说不准我自己，我本身就是一个，我今天去旅游，我可能我要到了机场我才订哪一班机票的人，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需要看心情。